大家好，我是面诊老师王涛啊。今天给大家讲那个六经面诊。面诊的总的讲法就是形气神，根据形气神这个总的方向来讲，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形的问题。这个所谓形的问题，就是看总体的人的一些这个先天发育以后形成的一些总的结构啊。今天给大家讲就是六经。太阳、少阳，还有太阴、少阴、厥阴，这个阳明，这六经。这个六经是根据《内经》来讲的，同时结合咱们那个《伤寒杂病论》来给大家讲这个形的问题啊。六经面诊，这个面诊总的来说吧，这个不是特别好讲，并不是说它的内容很难，不是很难，而是内容很多，可深可浅，因为面诊，讲浅了就是直接和医学相关的，深一点就可能和相法结合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面诊的技术，要涉及到这个疾病的诊断，还有这个相法的诊断，有时候这个讲面诊不得不涉及到一些相法，就是深浅，咱们有时候可以这个自己把握。另外，为什么讲突出面诊呢？咱们讲这个独见若神，望而知之谓之神。为什么会说是这样呢？咱们也看过影视剧，说一个高手对决，怎么样呢？影视剧是一个夸张的手法，打他7天7夜3天3夜不吃不喝，这是高手对决，看着好看，动作比较花哨。但实际上，咱们中医的面诊，并不像影视剧所说的那样。要这个3天3夜、7天7夜不吃不喝来对决。面诊的高手，如果是一个武术的高手，并不是像影视剧那样说的，是一招制敌。两个对手在一块儿，还没来得及喘息呢，一招制敌，敌人已经趴下了。这就是高手他的他的技术所在啊。高手并不像影视剧所说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打的7天7夜，这是高手。其实高手是一招制敌的。中医面诊也是，作为一个中医面诊的高手也是这样，独见若神，一眼就能看到你的疾病所在。这是咱们面诊所教给大家的一些技能。但是在面诊的讲解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一些相法内容，因为毕竟面诊和相法是理论依据是相通的，都是中医的阴阳五行、六经这些理论依据，它只不过是演化成一个分支是讲疾病，一个分支是讲相法，讲人的命运这是一个是讲疾病之象，一个讲命运之象，但是这两点是相通的，都是来源于中医的阴阳五行、六经这些内容这是咱们讲六经面诊之前给大家做了这些介绍那么讲六经面诊，不得不提一下明堂雀庭诊法。这个诊法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在《内经》当中提到过，不明这个明堂雀庭不进察者，这个犹如窥管而已。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了解明堂雀庭诊法，那你就像这个在馆子里边看人一样这是明堂雀庭诊法。那它的什么内容呢？其实和六经相关的咱们这次课主要是讲六经的面诊，包括太阳、少阳、阳明、少阴、太阴、厥阴这6个方面。那么太阳是在主要看什么地方呢？看咱们两眉之间，就是印堂这一块印堂加上额部这一块，这是明堂，这是太阳。这个是包括心和肺主要是脏腑是心和肺，是太阳。另外少阳是在哪一块呢？是咱们的鼻梁，咱们的鼻梁两侧都属于少阳，包括咱们的胆经，还有这个三焦经都属于在少阳这块在鼻梁，这是它的部位。阳明呢，就是咱们的鼻头又叫准头在相法里边这是讲这个准头，又叫财帛宫，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你的财运的这是阳明。这个在人的生理病理上，它主要是看什么呢？看人的胃、
肠道啊，整个消化系统。另外是少阴，少阴就是咱们的眼睛，主要是瞳孔。这个瞳孔除了看咱们这个少阴肾和，主要是看咱们的神气存在与否。如果这个人神气比较充足，一看瞳孔是明亮的、扩大的，这是看咱们的神。如果一看这个人没神，眼睛是目光呆滞、晦暗，都是通过眼睛、通过瞳孔来看的啊。这以后想望神的时候还具体给大家讲。另外太阴是讲的鼻翼的两侧是鼻翼啊，这里边是看太阴的。太阴主要看什么呢？看脾经，看脾、小肠啊，还有肺的一部分，你要看咱们的鼻翼，这是看太阴。厥阴呢，厥阴是在咱们的两内眦、目内眦啊，看厥阴肝经啊，看厥阴的肝经。另外还可以看厥阴的心包经，这两个地方，这是明堂雀庭诊法它的部位啊，就是所说的太阳、上阳、阳明、少阴、太阴、厥阴，它具体在哪一块呢？这是它的具体的部位啊，这是明堂雀庭诊法。再说说明堂雀庭具体的，明堂就是咱们的鼻子，雀庭就是咱们的印堂和额部啊，这是这个部位，基本上是咱们这个五官这个集中的地方，所以这块望诊方法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啊。通过这地方看诊，这个一望就可以看到它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咱们具体再讲这个明堂雀庭诊法，再看病象是怎么看的啊。首先看太阳，如果是太阳这个印堂处发光发红，它是什么表现呢？火克金的表现。什么叫火克金呢？印堂发红，红代表是火，而这个地方呢是心肺聚集的地方，心为火，肺为金，所以如果是印堂发红是火克金，叫木火行金啊。这个人会出现咳嗽、咳痰，而且容易口干舌燥、口舌生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病啊是相对说容易反复，比较难治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肺心病、肺癌、肺结核等等，这个地方会出现印堂发红的表现，所以从印堂可以判断。如果是这个印堂地方下陷了啊，额下陷是什么表现呢？是气不足的表现，气不足就会下陷，在脏器里边会出现脏器下垂的表现啊，所以通过额上陷、额下陷表示出来一个气不足啊，这个需要前后对比。如果这个人之前额是没有问题的啊，印堂是饱满的，在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出现了这个印堂这个凹陷下去了，这是一个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需要问病人这个前后的变化，并不是说这个人一额下陷了就说明气不足，这和人的这个整体的结构和前后对比是相关的。如果你之前本身就是额下陷的，发育就是这样，那就不是这种气不够的一个表现。如果是他之前比较饱满，叫天庭饱满，而后边出现了额下陷，这个印堂凹陷，就说明是气不足，尤其是咱们的心肺功能减退了啊。如果是印堂这个地方皮肤干燥了，说明什么呢？阴虚，尤其是肺阴虚的表现啊，都是通过太阳印堂这个地方，不同的表现可以反映不同的病理变化。另外少阳就是咱们的鼻梁，如果鼻梁两侧发青了，代表什么呢？发青，青本身是少阳肝胆的一个主色，如果发青了，说明有少阳症。所谓的少阳症，就说明是有肝胆的这个火热症啊。如果再加上这个发青又有油腻，就说明少阳的湿热。这时候就单拿这一种表现，是可以诊断为少阳湿热。少阳湿热用什么药呢？咱们常用的是龙胆泻肝汤，或者是这个温病学派的甘露消毒丹都可以用。就通过鼻梁发青油腻，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如果再加上它大小鱼际红，它更是说明一个少阳的湿热。这时候也可以用花岗坚啊，这是这个通过面诊可以判断它是什么病的类型，指导咱们临床用药。
如果是发青，而且平时就有色素的沉着，这一般有形质病。所谓形质病，比如肝硬化的病人，他鼻梁是发青的，咱们如果再看大小鱼际也是发红的，但这种发红是发晦暗的红，并不是光亮的。这时候咱们可以判断是有肝硬化、肝癌或者是胆囊结石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啊。这是少阳。阳明就是咱们讲的鼻头啊这一块，如果鼻尖发红，要准头发红，这说明什么？阳明有热症。咱们常见的酒糟鼻啊，后边还要给大家讲，酒糟鼻的病人是鼻头是发红的，而且红的非常，而且有凹陷，有坑坑洼洼的，这说明什么呢？阳明有热症。按照西医来说，有炎症，比如说这个出现了那个肠道的梗阻，或者是肠道的便秘，或者有胃热，比如说有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出血有胃或牙痛，这时候咱们可以从鼻头上可以看，鼻头是发红的，发红就说明胃和肠道是有炎症、有热症，啊，咱们就可以用一些清热的方法，比如白虎汤，用石膏、栀子之类的方子。这是阳明，这是三阳经的一些病象。咱们再看三阴经的病象，比如太阴，太阴是鼻翼啊，鼻子两侧属于太阴。太阴如果发暗的话，因为三阴经是属于阴症了啊，属于经常出现一种虚的表现。如果三阴经，比如说太阴鼻子发青了以后发暗，说明脾虚啊，脾虚加有湿症，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些这个祛脾湿的，比如说理中汤或者附子理中汤之类的。如果发暗发紫的话，这就说明还是脾虚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了，所以这时候要加一些这个像这温性的药，什么干姜、附子之类的。这是太阴。如果少阴看咱们的眼睛，看瞳孔，这里边主要看一些这个要看有没有神气。所谓神气是什么？看瞳孔的大小，瞳孔的这个光泽度啊，就判断虚实。如果瞳孔比较大，这个精神比较饱满，就说明少阴的肾是比较充足的。如果是这个瞳孔比较小，而且无神，目光呆滞，这说明是这个少阴肾虚啊，肾虚的表现。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个如果是比较大啊，瞳孔非常大了，阳气外露，再加上如果是出现这个面红，这说明是这个脾气外散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一个这个离阳离绝的一个表现啊。这从我瞳孔上可以看肾的这个亏损与否，看到有神无神。再一个厥阴看目内眦啊，咱们目内眦如果发红，一般是肾虚啊，肾虚肝虚，这个肝阴不足，多见于老年人啊，老年人常常会出现咱目内眦发红啊。如果是咱目内眦衍生出一条红线，咱们经常目内眦有红线，常常表示得了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比如说咱们的红斑狼疮。这个六经的总体的一个判断。咱们在下面讲具体的六经面诊啊，每一经它具体什么表现。比如少阳面怎么看啊？咱们叫少阳面，什么叫少阳面呢？咱们整体一看，病人来了以后，咱们整体看，它是少阳的啊。少阳什么表现呢？首先看头发，这种人的头发发际比较高。咱们看这个两个图片啊，梁朝伟的，你看发际，这个图片这个发际比较高。再看这非常勿扰的主持人这个乐嘉，就没有头发了，是吧？这是发际高，前额的发际高，这是少阳人的一个特点，叫木星人的一个特点啊。再是油汗，如果有发际高，这个面部就多油汗的，这也是少阳表现啊。这种少阳病的表现，如果是发际高再加上油汗，这说明是它是有湿热的，少阳的湿热，尤其肝胆经的湿热，这时候就可以用龙胆泻肝汤、甘露消痘丹、化肝煎这一类的药。另外还有一个特点，这种人的脸型是方脸啊，
脸型比较方，就叫棱角脸。咱们现代人，尤其女性，就非常追求骨感美，是吧？这个偏瘦啊，骨感美啊，这脸型方方的，这个骨骼这个比较明显，这是追求骨感。但是脸型上出现这么棱角脸、方脸，这说明是一个少阳人啊。咱们再看看前面的图片，这个像梁朝伟和乐嘉都是这种这个方形脸啊，棱角脸。这是一种少阳病的一个少阳人的一个特点啊，少阳面。另外，这种人容易烦躁，容易精神紧张啊，这是脸型的一个特点。大家看这个图片，这是平原游击队的一个这个双枪李向阳啊，他的棱角脸，这个两目圆睁，眉毛紧皱，这说明他容易烦躁，容易紧张啊，这是这种少阳人的一个特点。女性也有这样的特点，看方形脸，然后棱角比较突出啊，这是少阳人的一个脸型。另外，毛细血管比较容易扩张啊。这个图片啊，这个咱们主要看它的毛细血管，它的脸型并不是少阳脸的脸型啊，主要是看这个流血两拳的毛细血管扩张，容易脸红啊，比如咱们这个这种人一生气面部红赤，这是少阳人的一个皮下毛细血管血液比较充足、比较充盛，它容易扩张。再也有咱们看手大小淤积是容易偏红的啊，这属于手疹的内容了啊，这是少阳人的一个特点。另外，表情除了这种容易紧张烦躁之外，这种大部分人是容易这个抑郁的啊，容易神情漠然啊。你看这个图片，这种人容易没有表情，神情漠然。如果按照咱们这个想法来说，这种人是这个可以经常做一些这种管理型的人才啊。咱们想法里提到脸型方方，这个管理擅长，所以这种人容易做管理人才。比如说咱们这个10大元帅里边的这个林彪啊，林彪他就是个方形脸，长的方形脸，他是做了元帅了啊，有将军之才。所以这种人的特点是这个脸型方方，这种人的时候感情容易封藏啊，神情漠然，感情容易封藏，适合做管理人才啊。如果对于疾病来说，它是一种这个少阳的病的柴胡剂多见啊，可以用一些这个柴胡剂，比如小柴胡汤，还有这个龙胆这个泻肝汤，再一个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以治疗这一类的病人。比如说这个小柴胡汤的特点啊，这是在《伤寒论》里边提到的，这个往来寒热，胸胁苦闷，默默不欲饮食啊，默默不欲饮食就是一种抑郁的状态啊。这种人一看表情淡漠，没有表情啊，而且不想吃东西，这个表情这个比较单一，这种人就可以用小柴胡汤啊。咱们现在再举个例子啊，如果咱们判断这个人是个少阳面啊，脸型方方的，然后发际比较高，容易出油汗，这个可以通过问诊、看诊，可以判断出他是个少阳面。如果他是少阳面的人，举个例子，这个非常简单啊，比如说这个判断他是个少阳面，说这人感冒了怎么办？其实你可以不用辩证，判断出他是个少阳面，他是个少阳人。如果他感冒了，咱们就可以不用问病史，不用摸脉象，咱们就可以开出柴胡桂枝汤。这个柴胡桂枝汤是《伤寒论》的一个方子，判断他是少阳面，他有感冒了，就完全可以开出柴胡桂枝汤来。为什么？咱们可以验证一下啊。这种病人，这种少阳面的人，他容易出现什么特点呢？他感冒之后，除了咱们这些，这个有的人咳嗽、流鼻涕啊这些特点，少阳人可以出现，可以不出现。但是这种人，大部分人会出现什么特点呢？咽痛啊，比如一感冒了嗓子疼。但有的人感冒不会嗓子，有的人感冒就是头疼、发烧、咳嗽，是吧？
但这种少阳人的特点是一感冒，会首先表现出嗓子疼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体会？这人感冒了，我嗓子疼，一嗓子疼，说明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种少阳人。这种人肯定是脸型方方的，发际比较高的，容易这个情绪容易偏抑郁的，神情比较淡漠的，这些人嗓子疼。这就验证了为什么嗓子呢？这是少阳的一个特点啊。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所以嗓子疼从少阳和少阴来入手。阳症就是少阳病，阴症是少阴病如果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讲这种六经辨证这种六经辨证什么特点，它应该用什么方剂来治疗。这种人少阳人加上感冒就用柴胡桂枝汤，这种病十有八九用1到2天，这种症状就会缓解这是通过面诊，他判断他是少阳，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判断他是少阳面，加上感冒了用柴胡桂枝汤。如果是判断是少阳面了，这人会出现性功能的减退。如果你判断是少阳面了，他又有性功能减退。如果他是个年轻人，年轻人本来他不是那种肾虚这一类的表现，年轻人为什么会出现性功能减退呢？如果判断是少阳面，又有性功能减退，再一看他就面部油腻，这就可以判断是少阳的湿热，湿热下注于下焦，这时候就可以用甘露消毒丹或者是龙胆泻肝汤这一类的方剂。所以通过这种面诊判断的它是少阳病出现的它的症状，不管出现什么症状，都可以从少阴来入手，都可以用柴胡的类的方剂，比如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还有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龙胆泻肝汤这一类的都可以用，判断它是虚症还是实症，是加热还是加湿，这就选择不同的方剂就可以了。所以通过这一点判断它是什么类型的，后边的大体的方向就有了这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另外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这给大家这个提一下，为什么就给你讲这个方剂呢？它属于少阳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方剂呢。看它的条文，它是胸满烦经，这说明什么呢？胸满烦经都是神志的问题这个情志的问题，它容易出现胸满胸闷，又容易烦躁，而且容易受到惊吓展语一身悸，这是一个神志病改变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来应用。这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这个亲自治的一个疾病咱们先看边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大家看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人照镜子，镜子一个是个面具照镜子是个面具，而且活动不灵活这个是一个帕金森的一个表现。所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以治疗帕金森病。为什么可以治疗帕金森病？咱们一看这种病人的特点是面具脸，是吧？大家不知道见过没有见过这个帕金森？帕金森病的表现是面具脸，面部没有表情。你讲个笑话吧，他也不笑，要笑的话也是苦笑那种肌肉痉挛的那种表现。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没有表情的，正好符合咱们的少阳面的一个特点容易抑郁，表情容易紧张容易封藏他的感情。这是帕金森的病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少阳面的特点。咱们就可以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举个例子，我一个小学的同学，他的母亲他是得了帕金森，他一直吃西药，吃的是这个美多巴。对于西医来说，就是用这种抗帕金森的药。这种药的它的一个作用是可以控制它的症状，让手不能不抖活动要灵活但是它的另外一个副作用是，应用以后如果无效的话，有可能会加重这种帕金森的一个症状。我这小学同学的妈妈，她的特点是呢，这个面部没有表情，走路走小碎步。她自己说，如果走在路上，如果有人叫她，
他要猛一回头肯定会摔倒，他必须要找一个物体，比如电线杆呀、树啊，抱住它才能停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一回头肯定会摔倒。这是他的，因为它是一个肌张力的障碍啊。按照帕金森西医的理论来说，一个椎体外系，一个肌张力的障碍，它不受自己的控制，它的协调能力差，所以必须找一个借助物啊来帮助他停下脚步。这个人他吃这个美多巴，前期吃的时候有效果，能够有所好转，但是他突然停掉了，以后症状比原来更重，再吃上这个药，效果就不明显了。后来找我看，你看他是个少阳面的特点啊，少阳面的特点，面部没有表情，再加上是个帕金森，基本上我没有怎么辩证，就直接开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这个方子吃了1个月之后，因为他这个效果并不是那么快，1个月之后，后来又找我了。1个月之后，他自己说法，他的明显的一个效果是大便通畅了。后来他反映这个特点，或者我再问他，他前期是大便不通畅啊，大便不通畅，长期的便秘有10来年了，所以明显的一个效果是大便通畅。还有一个细微的变化是，他走路就是可以慢慢的停下啊，就这一个变化，大便通畅。还有这一个是，他能够走路，能够慢慢的停下。他在吃药之前是不好停下，必须借助一个物体才能停下，这是他第一个特点。吃到2个月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走路相对比较协调了，别人叫他能停下，能够很快的停下，转身不会摔倒啊，这是第2个月的效果。然后后来我就按这个方子，他之前的一个量，按照1天的量改成10天的量来吃，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半年，基本上的症状缓解了，而且也没有再用西药，这是效果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帕金森这个病大部分属于少阳的一个特点，所以帕金森一看帕金森的病人面目没有表情，那完全可以判断他是个少阳病，就可以用柴胡剂。常用的方子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